说要听妈妈的话。哎呦，阿母讲爱听老师的话。可是老师说，长大后要听老板的话。不管是谁，都要听医生的话。嗨，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听医生的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李雅媛哦。我今天要跟大家谈的呢，也是过敏体质的一种哦，就是成人气喘，不是小朋友的气喘哦。我为大家邀请到的来宾呢是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过敏免疫风湿科的林子敏林主任到我们节目中来，林医师好。主持人好，我是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过敏免疫风湿科林子敏医师，很高兴今天来到节目跟大家分享一些经验。是林医师，我先问一下，现在开始天气变凉了嘛？已经进入秋冬了。那很多有气喘病史的老病号就会有点担心，这个温度的变化是不是会造成这个气喘的急性发作啊？对，是没错。对，那其实这个就谈到说，我们讲的说气喘到底有什么可能会诱发？对，那刚刚讲的这种季节变化，就是这种刺激，其实就是一种可能会造成气喘，就是会发作。那另外的话，也有很多因素啊，会造成气喘突然发作，比如说可能讲到过敏源哈，就是我们接触到常见的一些过敏源，这个等一下都可以再聊。那另外的话呢，主要就是温度、冷热温度的一些变化，那还有环境当中的一些刺激物，比如说悬浮微粒啊，然后空污啦，对对对。那甚至有些人是因为职业的关系，他可能什么样的职业会气喘？主要我觉得还是可能会容易碰到一些粉尘的甲醛啊，对，这些主要是油漆工，对对，就是工人的这种环境，这些职业性的气喘，这些都是有可能建筑工地的那个灰尘那些，对对对啊是。那我其实讲到这个成年气喘，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很多年前的歌后邓丽君小姐，她就是因为气喘突发在泰国猝逝嘛。那时候很多人都觉得说，气喘一般来讲不就是就发过了就好了，然后喷一点东西就好了哦，但是会致命吗？成人气喘致命的这个机会高吗？当然是绝对有可能的啊。首先，大家先了解一下，就是气喘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它是我们过敏性疾病的一种。好，那我们讲过敏体质的话呢，就是有在我们身体上有非常多的表现。比如说今天表现在皮肤，它就是荨麻疹，这是所谓的过敏三部曲吗？不是，这个就是另外一个。对，那如果说对这个，我们等一下可以再谈。对，那如果是鼻子的话呢，就是有人是过敏性鼻炎，然后如果是到我们鼻子下面下呼吸道，就是气喘。再来的话呢，有时候过敏，有的人是眼睛，就是会眼睛红、结膜发炎，这个就是过敏性结膜炎，然后痒得要命，对对对，其实这些都是过敏的表现。那气喘呢，就是我们过敏的一种。那它最主要就是因为跟我们的身体的一个我们身体里面就是有一种第二型的发炎反应有关。那这个第二型的发炎反应最主要诱发的呢，就是过敏的一个症状。是不是所谓就自己产生了这个组织胺？是这种东西吗？因为我们不是每次过敏就要吃什么抗组织胺，那是不是就是组织胺诱发了你的过敏呢？这个是这个整个过敏系列里面最后的一个产物。好，其中里面很包含了很多就是一些什么嗜酸性的这个血球啊，还有一些激素，好，比如说介白素4、介白素13、介白素5，好，还有这个免疫球蛋白1。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以后等一下可能会讲到为什么怎么治疗，它就是在对抗这些。对，你刚刚一讲的时候我就后悔了，我怎么会问这个问题呢？这么专业，我们怎么会懂呢？好，另外就是我看了一个资料，他说成年后出现气喘的盛行率大概有超过1成的人哦。那我就想问一下，我们一般印象中就是说气喘都是小朋友比较多呀，那还有的小朋友他过了青春期，他自己就好了，他就没有再发过了哦。那是不是说这个成人气喘，他是有没有可能说我小时候没有气喘，我长大以后突然有气喘呢？这绝对是有可能的。好，其实我们就说气喘啊这种过敏体质，大家常常说，为什么这不是就是小时候才会出现吗？我小时候没有过敏体质，为什么长大会有呢？绝对是有可能的。气喘除了是本身就是基因遗传，体质，对，如果你体质比较容易有气喘的话，当然就是小时候比较容易发生。但是后天的一些环境刺激绝对是有可能的。我们从小到大感冒、病毒、细菌的一些感染，然后刚刚讲到环境过敏源，然后这些空污的一些刺激，这些都是会诱发为什么成人的时候，有些人是成人才会诱发气喘的一个现象。成人气喘在你们的那个临床上面来看，大概都什么年龄层啊？有没有性别上的差别呢？其实我们会讲说，成人气喘的话，我们成人的话，我们就是指说，可能已经18岁啊、20岁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其实确实我们是看气喘
大部分比较多的族群还是在30-40岁，就是中壮年的这个。我还以为说是年纪大了才那个抵抗力比较差了才开始出现。年纪大也是有，不过年纪大我们比较常常看到是合并，比如说一些慢性肺阻塞疾病这样子的一些问题。对，如果你要说单纯就是气喘的话，其实当然我们会发现到这是这种中壮年30岁到50岁这段期间的族群会比较多。那另外的话说，其实性别上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个差异。那确实就是我们如果是你看就是气喘的盛行率的话，全球的盛行率大概其实 range 蛮广的，全球的盛行率大概平均在3%左右。那统计的话，其实像美洲啊这些澳洲，他们盛行率比较高20%。其实像台湾的话呢，其实如果是根据我们的一些健保资料库就是的一些就是它有的一些报告分析，看起来大概是就是在5%左右。5%，我还觉得说台湾应该盛行率特别高吧，因为我们潮湿啊，对不对？我们尘螨很多呀，对不对？是不是台湾的盛行率跟其他亚洲国家比有高一点吗？跟其他亚洲嘛，其实多半其实还是遗传，对不对？遗传体质一定也是有关系，对。好，接下来我要问一下，跟荷尔蒙有没有关系？有没有说你过了更年期，或者是怎么讲？这个青春期，有的人就气喘好了嘛，对不对？那是不是到了更年期他又发了？有这个可能吗？其实。如果是就学理上来说呢，刚刚我们讲过说气喘其实是跟我们第二型的免疫反应这些有关，其实它跟荷尔蒙是不同的两个不同的一个就是在我们身体里面两个不同路径，就是不是同一边的啦就是跟荷尔蒙，所以其实没有直接关系了。所以其实并没有直接关系，但是我们确实临床上遇到很多人，就是可能有时候他比较常看到的是说月经来的时候会起疹子。会过敏这样一个状况。那月经来的时候会气喘吗？比较少听到，所以确实就是，其实如果是照临床上来看的话，会发现说，确实就是这种女性的荷尔蒙的一个变化呢，其实对女性来说也可能是一个诱发过敏体质的一个因素。好，林主任，我要提问了就是气喘，我们小朋友的气喘，我们就是爸妈趴在他背上听会 “hiu 这样的声音那成年人的气喘是不是也是会发出这个声音呢？气喘跟所谓的哮喘是不是同一件事啊？其实哮喘它指的就是说，当哮喘为什么会有哮喘或者是那种声音？最主要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气道发炎阻塞的时候狭窄，那你气流通过的时候不顺所形成的一个这种声音的现象。其实气喘它的定义呢，主要是有两个啊。第一个的话，我们会看到临床上的症状，比如说就是喘鸣，会喘，然后或者是呼吸不顺。你所谓的喘鸣是听得到声音的吗？自己听得到吗？其实听得到的时候已经都是比较严重的了。如果是轻微的时候，其实不见得会听到喘鸣，就是他自己这样自己会自觉有呼吸困难的一个现象，大口这样子。对对对，那喘鸣啊、胸闷，甚至会是咳嗽不止、头晕等等。咳嗽也是啊。对。对，那这些都是有可能是气喘要发作的一个症状。那再来的话，第二个很重要的特征是我们要去做一个就是肺功能的检查，发现到是一个可回复的一个气流性阻塞的一个现象。这个听起来好学术，什么叫做可回复的气流阻塞现象呢？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做肺功能检查，我们会看一些指标，我们医师会看一些指标，会评估。那另外的话呢，有时候会用支气管扩张剂去做测试。有些就是如果说这个病人他今天用了支气管扩张之后，他的肺功能的一些状况跟没有用支气管扩张剂之前比起来，有一些特别的数值的部分呢有增加，这样显著的增加，代表说它这个气流的气道阻塞是可回复性的。这个时候就有去做那种吹气测验呐。对对，这就是肺功能的检查，这样吹的，对不对？对对。然后那个吹到你都快断气了，然后他还说不行，你要再吹，这样对不对？是有这个东西嘛？对对对。那您刚才讲到说，其实气喘也不光是以喘来表现嘛，它也会胸闷、会咳嗽。那胸闷我们一般来讲就是心脏是不是有问题了？然后咳嗽的话，我们会想你是不是感冒了啊？那这个怎么样做一个鉴别诊断呢？对，这其实是非常的重要。那胸闷的部分呢，确实就是其实有时候心脏的问题有可能会影响，所以但是其实我们通常会说，有时候心脏问题还会有胸痛。对，如果说只有就是如果是有胸痛的话，就更要特别注意。如果是心脏的部分，就真的是要小心，尤其比如说看你本身是不是有一些这种容易心脏病的危险因子，比如说年龄比较大，然后有些慢性疾病，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的问题。对，那你说要进一步去确认的话，真的还是就是要抽血，然后还有做一些心电图啊等等，才能进一步确认。不过就是通常我们会说胸闷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会想到这边有什么器官
有心脏和胸腔，这些都是要一并列入考虑的，而且是要把最紧急的疾病先想在前面，先把它排除。所以我们是用排除法来做一个诊断。就是说，当病人有一个症状的时候，其实我们会把该做的检查都做，去一一厘清，最后去鉴别诊断是什么样的问题。说那种咳嗽咳1个月、咳2个月咳不好，我要不要怀疑说我是气喘了？我们通常会说。门诊常常会遇到这样的病人，说咳嗽，他会觉得我咳太久了，我都不好啊。大家常常会就气喘了，大家常常会搞不清楚，就是过敏体质的咳嗽，还有就是感冒的咳嗽。对啊，对，所以我的感冒一直好不了。其实不是，如果说通常感冒的咳嗽就是可能1个礼拜、2个礼拜就会好。那如果说你发现你的咳嗽是常常就是久咳都是好不了，而且是就是说有季节性的，就是咳一咳过一阵子，怎么又咳一咳？就是它是有周期性的，你会发现跟会有一些季节性的一些百变，这种有时候其实是过敏体质。那有的人讲说那种老人咳呀，对不对？老银发族就常常就是他明明也没感冒，他就3不5时就咳几声。好，那这种算不算是他是不是也有是气喘的可能呢？这个的部分，如果你要确定有没有气喘，黑菇穿扫啊那个。如果要诊断气喘，一定就是要做肺功能的检查，有符合它的定义，我们才可以说是气喘。所以就是去吹气，然后就可以知道了。肺功能的检查，肺功能的检查，对 ，OK， 好，所以大家知道了哦。所以也不是说你一直讲说我觉得我怀疑，然后你就一定是。对，那这个气喘到底要到哪一科去看啊？其实气喘大家第一个会想到说这个是不是应该胸腔科嘛，对不对？对，大家最直觉的反应。其实很多疾病啊，就是都会有一些科别上的重叠性，确实没有错啊。气喘的话，是可以去看胸腔科，因为毕竟是胸腔科，它是胸腔方面的疾病。对，那在我们这边这个部分的话，最主要我们可以帮他去寻求，就是做一些过敏源的检验，去找一些可能气喘有的原因，经由一些病史询问，然后一些检查。那同时的话，其实有的病人有时候气喘，它还是会合并其他一些过敏性的一些问题，我们也可以处理。好，到底合并了什么过敏性的问题？待会儿我们再来问。我关心国事、家事、天下事，但更关心健康事。我是赵少康，推荐每天中午12点在中广流行网、新闻网联播的《听医生的话》。我们邀请到的都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医疗权威，给你1个小时满满的医疗资讯，让你健康一把抓。除了收听以外，还要到 YouTube 频道上订阅 iCare 爱健康，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爱健康3支箭，一件不能少。欢迎听众朋友回到我们听医生的话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李雅媛，拜托大家订阅一下我们 iCare 爱健康频道。爱健康呢，在这个YouTube 上面的频道，不光是只有我们节目哦，只要是在我们中广流行网呢，各主持人他们有访问医师、专家医疗保健方面的资讯，我们也都会放在这个频道里面，所以欢迎大家踊跃来订阅哦，你都可以得到非常正确而且是一手的相关的医疗保健常识，不要忘了帮我们冲一下人气哦。iCare 爱健康就是那几个字了啊，大家记得订阅，然后小铃铛。好，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过敏免疫风湿科的林子敏林主任啊。待会儿林主任如果说听众朋友有您相关的一些这个怎么讲治疗的这个方向的话，是不是都可以提问？可以。那过敏免疫风湿科你们通常常处理的有哪些疾病？是不是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好，大家看一下那个过敏免疫风湿科嘛，所以就字面上来说，过敏当然就是刚刚今天讲的皮肤过敏算不算？可以看吗？不行，还是要去皮肤科？有些病人会先看皮肤科。那如果说皮肤科就是有时候荨麻疹那种治不好的时候，其实来我们科反而会发现其实他其实有一个干燥症，有一个自体免疫的问题。对，所以其实有时候皮肤过敏啊，在皮肤科如果看不好的话，可以来风湿免疫科做抽血的检查，看看有没有免疫系统的问题。那自体免疫的问题，我们常常看的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啊、红斑性狼疮、干燥症这些。那比较少见的就是皮肌炎啊，或者是贝希氏症，然后还有发炎性肌炎等等的，这是比较罕见的这个部分，但是也都是蛮严重的疾病就是了。另外还有一些僵直性脊椎炎，还有干癣性关节炎。干癣不是只有皮肤的表现，也可能会有关节炎，这个也都是可以看过敏免疫。好，在我进入这个成人气喘主题之前，我再问一下主任这个所谓自体免疫疾病，是不是基本上都没有办法根治啊？
对，是的，没有错。绝望，好绝望。其实我们常常病人一旦诊断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等于是你被判了一个，就是你终身要跟他想办法对抗的这样的一个要求了，这样子。因为病人就会问说，这个吃药可不可以断根，可不可以治疗好？那我们还会跟他解释说，他可能就是跟高血压、糖尿病、慢性病一样，他其实没有办法完全断根，就是你一辈子要跟他和平共存了。要和平共存。可是如果你好好的吃药，遵循医嘱控制，就是跟他好好的共存。好，那成人气喘，我是不是也是注定一旦发作过一次，我就要跟他终身和平共存了呢？通常我们会说这一系列就是气喘这种过敏体质啊，就是大家都会希望能不能完全断根，其实这个不太可能。我们会说就是我们只能说我们尽量的控制，让你这个疾病活动度很低，让你它低的好的时候呢，你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对，我们会这么说，我们不敢说我们一定能够让它断根。通常会讲到断根，通常都是外面一些就是可能要你买产品啊，或者什么的一些比较夸大的说法。对，所以其实我们治疗的目的是希望能够让你就是降低疾病的活动度，那有良好的一个生活品质。那平时的话，自己除了吃药之外，平时的一些生活作息啊、规律的运动、饮食、运动这些都是自己要去实践，那就可以好好的跟气喘共存。所以气喘严格讲起来，就是你只要控制的好，对你日常生活是没有什么太大影响的。对，没有错，对不对？就你就是要怕的就是怕它急性发作。对，好，所以那再问一下，成人气喘需要检测过敏源吗？像小朋友的气喘，很多家长就说，那我要帮他检测一下过敏源。那成人气喘还需要检测过敏源吗？通常就是大家常常会问说，就是好。气喘或是过敏症，我有没有需要检测过敏源？好，首先是说，其实，在太小的小朋友，他的免疫系统还没有完全发展成熟的时候，所以你出生去验没有意义嘛？没有意义。我们通常，我们的免疫系统一直到6岁才会大致上发展完全，所以我们胸腺才会慢慢萎缩。所以，如果今天小朋友部分想要验过敏源的话，我们建议就是6、7岁。长大了以后再去验会比较准确。那成人的时候有没有需要验呢？如果他以前都没有验过，可以建议验一次。那过敏源只是参考，就是让你大致上了解你可能对什么样的过敏源过敏。但是这些过敏源里面呢，其实也有分很多，有的是吸入性的过敏源，有的是这个这种就是食物性的过敏源，它会诱发的这个症状呢也不太一样。那这个也是都可以去。你讲食物，我就要问一下了。我常常听人家讲说气喘发作是跟空气啊、跟温度啊，但我好像很少听说我吃一个芒果我气喘发作了。是不是食物不会诱发气喘啊？应该是说我们过敏源就是有分这种食物性过敏源和吸入性过敏源。那今天要能够诱发你这个气喘发作，一定是就是支气管有一些发炎，大部分还是以吸入的过敏源为主。但是其实你说吃的食物性的过敏源，有的人说吃花生会什么喉咙突然间肿起来，对，这个不是气喘，但这个是叫做一个喉头水肿，这只是这种致命性的过敏反应，血管性水肿。对，这个也会呼吸困难，但是这个不是气喘。对，因为我们之前有遇过有病人他是吃生虾，那他吃完以后他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喉咙一直卡痰？又有一种咳嗽，就一直觉得卡痰的感觉。结果后来做内视镜才发现，其实是喉头水肿，就代表他是对这个生虾有过敏反应。所以通常食物不会诱发你的气喘，诱发气喘反而是其他食物，是皮肤上面的过敏，或者是这种血管性的过敏，这种叫做就是口腔过敏症候群，就是你吃进去的会接触到的部位引发的过敏症状这些。那您刚刚讲那个过敏原检测，我是抽一管血我就可以检测全部吗？好，现在市面上的过敏源检测大概就是分2大系统，有一个是半定量的，有一个是定量的。这是什么意思？好，半定量的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MAST， 就是 MAST， 然后大家可以打个 MAST。那这种半定量的分析呢，它就是出来的结果呢是只有1+、2+、3+、4+，就是说只有加号，然后它就只有这36个过敏源。好，它是大家可以去查一下这个 MAST 这36种过敏源，然后检测出来的这个数值呢，就是它只有1+、2+、3+、4+，就是告诉你说你可能会不会疑似。那我们会说3+以上比较有意义，这是这个 MAST 系统。那第二种系统呢，叫做就是 ImmunoCAP 啦 ，CAP。那是因为它检测的仪器很像一个一个杯子，对，所以就是这样，它是一个定量分析。那它的组合就有很多了。我们目前就是市面上健保给付的大概就是20几项，那最多它是有到100项。
100项的一个过敏原。这个是抽血吗？对，抽血就可以了。那像我们医院也有这种套组，那甚至呢，我们现在有更细的，就是有叫做所谓分子过敏原的一个概念。这个听起来的话，那它到底过敏原就是我检测，常见的就是我检测个20来种，20-30种，就是你生活常碰到的哦。对其实如果常常过敏体质的人，会建议可以验一次，你大致上了解一下你的主要的。那健保怎么样情况之下才愿意帮我给付呢？还是说我去要求说我要做检测，你就要帮我做检测呢？对啦，其实健保它如果是验过敏原的部分，它会有一些条件。好，那如果我今天你已经确诊气喘，你可以验吗？可以。你已经确诊医生说你确实有气喘，那你就可以验了。可以验，对，是。好，现在时间呢已经是12点27分了，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哦。待会儿在38分以后，我会开放现场的 call in 专线。如果说你有任何有关于这个过敏免疫风湿科主治的范围里面，38分以后，我们都欢迎听众朋友直接打电话来请教林子敏。想健康怎么这么难？想要健康一点都不难哦！现在就打开 YouTube 搜寻爱健康，看到红色的爱健康就是我们的频道哦。马上按下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就能医疗保健资讯一把抓。想要健康生活，真的一点都不难，还等什么呢？爱健康的你，现在就打开 YouTube 订阅爱健康。欢迎大家回到听医生的话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李雅媛，坐在我身边呢是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过敏免疫风湿科的林子敏林医师林主任在我们节目中，所以如果听众朋友待会儿有什么相关的问题，我们都欢迎大家待会儿在38分以后可以call in进来。好，接下来我们就要讨论这个气喘的治疗了其实刚才我跟林医师讨论到的就是气喘的这个过敏原可以做一些检测，然后林医师也告诉我说，有的人像我们家里养猫养狗的话，那是不是就是要特别去，我可以单独要求说我去验狗猫有没有过敏吗？目前可以选择吗？对，就是其实这个牵涉到很多问题，就是第一个厂商他提供的这个就是提供的这个 panel， 就是他一次验，还有就是那个我们医检科他做的时候，好，如果今天对病人常常就会说，我比如说他想要验这个比较一个特殊的检查，比如说随便讲芝麻过敏好了，那我们查了一下，发现对这个过敏原有在这个100项过敏原的里面，所以你今天如果想要验的话，你就只能验100项，就是因为第一个厂商给的是这样子的一个套组，它是一个套组，你没有办法把它单独出来，我只验这一侧。对，而且就是医院的医检在帮你做这些检测的时候呢，他上机他要同时去做，比较合乎成本，这考虑到很多，还有就是健保点数的申报，所以就是常常病人想说，为什么不可以要求只能验一种，实在是没有办法，有时候就是我们医院提供了就是你这些相关的套组，那我们只能尽量从这些套组当中的选择适合你的这样。好，那其实我就是爱猫爱狗之人了那很多人就跟我讲说，狗猫的过敏特别容易出现的是它的唾液，就是说它如果舔的话，你比较容易过敏。可是气喘不是都是吸进去的嘛？那它的这个狗猫的这个过敏是主要是在毛上面，还是在口水上面呢？其实我们说猫狗的过敏通常会引起人类过敏，主要是狗毛、猫毛，还有它们的唾液、尿液。那当然啊，就是像这种狗毛、猫毛都会掉落啊，唾液、尿液它这个挥发在空气中的，你吸进去，这个时候本来就是诱发的症状，不只是说我们摸到毛、唾液这个皮肤的症状，那吸进去刺激呼吸道的时候，也是可能会有呼吸道的症状，没有错。是好。接下来我们就要问一下急性气喘发作的时候，它有没有什么前兆，让我自己可以提高警觉，说我可能要发作了，我赶快要找医生帮我再重新调整药量呢？这个急性发作真的就是要有发作过的人，他自己才会知道说那个前兆。他自己会有感觉吗？你会有一种预感。对，病人就是说有时候自己会知道快要发作了。那他怎么告诉医生说我觉得我快要发作？他会有什么样的感觉？会这就是跟一种直觉感觉，对，就是咳嗽，就是当他们经历过了，他们会知道自己快要发作。那快要发作的时候，所以才说为什么身上总是要备一些急救性的一些药物。好，就是真正急性发作的时候，你身边要有一些药物，马上急救，这样才能够有效的控制。他急性发作是什么样一个情况？能不能请这个林医师帮我们形容一下？就其实我们最怕就是急性发作的时候是致命性的，就是比如说他刚刚讲的，就是气管突然很严重的阻塞，像邓丽
丽君她为什么会对啊，怎么一下子这么就突然间就对，这个很难说。这个有时候就是突然你的支气管痉挛的非常严重，造成真的你严重的呼吸困难、缺氧，造成这种致死的状况。所以他是第一时间就有可能会失去意识吗？没有办法求救吗？会有这样的可能吗？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常常说急救的药物一定要摆在就是你最容易取得的地方，或者是说，甚至你当你昏厥的时候，你要让你随时身边最好的人知道说，常常在你身边知道说你这个药物在哪里，因为有时候连自己昏厥都没有办法去使用这些药物。所以如果说你有气喘病史的话，你在家里显眼的地方或者是你熟悉的地方，就要放几瓶这个急救性的药物。对对。那这个急救性的药物是什么药物呢？是短效型的类固醇吗？还是怎么样呢？通常急救型的药我们会说是短效型的扩张剂，但像这种其他的这种长效型的话，通常是在维持的时候所喷的这样子。那我常常看很多就是有气喘病史的人，他皮包里就放了一罐，那一罐是短效型还是长效型的呢？就是他觉得好像有点开始要喘了，就开始喷了。那个是短效型的。那个是短效型的。对，短效型的是它剂量特别高吗？应该是说作用机转不太一样，所以其实短效型通常是用在就是急救的时候使用的这样子。那短效型是你一喷立刻见效，是不是？对，就是立刻见效的。是。对。好，那这个会不会就是说我常常喷的话，会不会变成说我以后再喷，就是它有抗药性了就不灵了呢？其实是应该不至于卡到。好，那平常的话，我听人家讲说，我觉得我好像不太舒服了，我要喝点热水。喝热水对于这个气喘的压制有帮忙吗？其实就学理来说是完全没有用的啦，都是喝热水有时候是一个心理的安慰剂的，而且你喝是经由食道，不是到支气管这样子。对对对，是。好，那气喘发作的时候，有人说用撅嘴式呼吸，什么叫撅嘴式呼吸？这个是做什么用的？这个撅嘴式呼吸，它是一种就是练习吸气吐气的一个方式。这个你们平常会教病人吗？这个是可以学起来的，没有错啦。那怎么撅嘴？教我们一下。好，它就是说你静静的要坐着，然后稍微前倾，那嘴巴身体要前倾是微微的倾就可以了，然后放轻松。那嘴巴闭，先吸气再吐气。那首先嘴巴闭住，然后以鼻子慢慢轻轻的吸气，然后吸饱了以后呢，慢慢的从嘴巴撅嘴式圆唇式的慢慢吐气。那吸气和吐气的比率大概是1:2。那为什么要有这样子的呼吸？什么叫做是吸1口吐2口？秒，对，时间吸1秒的时间大概吐2秒，对，可以抓这样子。那为什么要做这个撅嘴式呼吸？最主要是希望就是防止气道塌陷，就是希望气能够。因为气道有点狭窄了，所以那气能够顺的进去，那气流再慢慢出来支气管的时候呢，因为压力的关系嘛，那能够让它慢慢缓一点出来，就是防止因为压力的关系肺泡塌陷。这样比较容易有一个气体交换不完全的一个现象。好，所以就是当你觉得你好像要发作了，你可以试试看这个方法。对对，就是先吸2秒，然后吐不对，吸1秒，吐2秒。对，时间上比率大概是1:2的一个状况。那有的电影里面演那个什么罩一个纸袋啊，什么让你这样呼吸，那是为了过度呼吸。那个是过度换气，过度换气嘛，这个跟气喘没有关系。那个通常是用在就是有些是因为自律神经有点太紧张造成的，然后就开始就是手脚僵硬、抽筋这样子。对对对。所以那个是那不一样，那个跟你气喘发作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不一样不一样。好，那这种撅嘴式呼吸的话，它可以取代药物吗？让你就是平缓下来吗？它是一种辅助的方法啦。对，那我们就是说一个治疗是有分物理性的还有药物性的。如果说真的很严重的时候，可能还是要以药物治疗为主，但是这种撅嘴是可以是平时都可以训练的，是一种保健的。所以你有气喘病史，你可以试着平常就多这样练习。对，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儿我要开放现场call in专线啊，而且呢，待会儿我还有这个长效型药物的问题，我继续会请教林医师。我关心国事、家事、天下事，但更关心健康事。我是赵少康，推荐每天中午12点在中广流行网、新闻网联播的《听医生的话》。我们邀请到的都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医疗权威，给你1个小时满满的医疗资讯，让你健康一把抓。除了收听以外，还要到 YouTube 频道上订阅 I Care 爱健康，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爱健康3支箭，一件不能少。我
我要开放我们现场call in专线了啊，0225099933，25099933，为大家邀请到的呢是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过敏免疫风湿科的主任林子敏林医师，在我们节目现场啊，你有任何过敏免疫方面的问题，我们都欢迎大家呢可以打电话进来。刚才我们在 YouTube 上面呢已经回答了好几位听众朋友的这个问题了啊，我们现场呢持续开放哦。如果说你有像是干燥症啊、异位性皮肤炎啊，或者是僵直性脊椎炎这类的问题，你都可以打电话来询问。林医师，我们刚才讨论的是就是急性发作的时候该怎么样来处理的时候啊，那急性发炎是我自己服了这个短效的药物就可以了，还是说我还是必须要等稍微缓和下来，赶快要再就医呢？其实就急性期的时候，你身边先用药物，但是其实如果你觉得不对劲，还是立刻就是直接前往医院的路上。急性发作的话，通常会持续多久？很难讲，很难讲，对，而且每个人严重程度也不一样。对。好，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电话。你好，请说。你好，主持人，医生好。请问一下，我过敏气喘很久了，但是我有我现在82岁。但是声音好年轻，好像75岁就可以打会链球菌。那我78岁又打了那个13价结合型的疫苗。那现在说政府有可以再打，那我还需要再打吗？他是问疫苗的问题。但是他有会链球菌呐，也是关于那个肺部的。是，然后自己本身有气喘的病史就是了，所以你在想说是不是需要打？那我不晓得林医师怎么建议。其实我们会说，就是因为就是您的年纪也比较大了，通常会说我们就是年纪大的，如果呢同时是本身有过敏体质的话，其实确实就是可以建议打这些疫苗来去预防，就是因为这些细菌感染造成的这种后续的一些并发症，对，所以其实是鼓励打的，是鼓励打，对。所以换句话说，像这个气喘，它有气喘病史的话，它是特别需要做疫苗保护的吗？其实是建议要做疫苗保护，建议的哈。好，我们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电话，你好，请说。Hello， 你们好，我想要请教医生，就是我本身 IgE 是2000，就是那个免疫球蛋白嘛，然后我这个月开始啊，就是右脚的大拇指那边就是会长很多的水疱疹，然后那个水疱疹它并不是说像我们青春痘挤完就没事了，它是一整片式的，它会好像发出那种组织液，然后整个皮就好像会不断的会代谢那种死皮，我想要请医生说明一下那个水疱疹。水疱疹这个是您好。首先，其实这位小姐，你的那个免疫球蛋白1是2000，其实它只是代表的意义是说，就确实你有过敏体质，因为免疫球蛋白1正常是200以下，那越高的时候，我们大概就是会知道说你这个体质严重的程度是如何。但我临床上有看过2、3万的啦，就是更高的。所以2000还不算是特别严重。不是，就是会让我们大概知道心里有个底，说你的现在过敏的严重程度是如何。对。那你说这个右脚趾的这个水疱疹的话，其实这个水疱病要能够真正确切的诊断的话，是要做皮肤切片的，这个也是要请皮肤科。这会是过敏吗？还是皮肤科的问题？就是说水疱，如果是有看到水疱，通常如果而且久愈，就是很难治疗。对，这个时候其实皮肤科通常就是可以做一个切片去确定一下，因为我们水疱病也有分很多种，有些确实是本身基因体质的关系造成的，那这种治疗方式就会不太一样，会用一些其他的免疫调节剂。所以现在应该要去求诊的是皮肤科。对，好 ，OK， 我们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电话，你好，请说。主任医生啊，刚刚有提到说经过口腔吃下去会影响到血管跟皮肤，那如果不小心吃到那个地雷食物，当下如何把它缓解？是喝很多白开水，还是赶快用冰敷把那个皮肤或血管的那个过敏东西把它清掉？他是担心说他有吃进了一些过敏源。对，好，首先的话，如果是如果我们说皮肤疹子的话，那个通常都要一段时间。好，那我们最怕就是因为就是有个我们临床上有个叫做口腔过敏症候群啊，就是 oral allergy syndrome， 它就是说你吃过经过的地方喉头水肿，对，这个真的就是靠喝水什么都没有办法。那我们现在目前针对这种致命性的就是这种喉头水肿的过敏，其实我们其实有一种急救的药物，它叫做 EpiPen， EpiPen， 它就是肾上腺素，它就是跟胰岛素一样，它是带在身边。就是
就是急救的时候使用的这样子。如果说你有这种比方说对某种食物特别会造成喉头整个水肿呼吸困难的时候，对，建议可以备着。那这个都是要医师处方，然后你要拿着医师的处方签才可以到一些特定的药局去购买，因为这个价钱比较贵，一支都是3800到4500不等。那我们会建议，如果你很容易不小心，对，自己照理说你要知道，你就要避开了。对，因为真的喝水那些都没有办法的。然后就是打了针，赶快就是找急诊，就是找医疗院所要打抗组织胺和类固醇去把它压下来，就只能这样子。而且它那个发作很急性的，对不对？对，所以千万不要吃到这个对自己可能造成一些过敏反应的这个食物如果你有这个体质，要特别的注意。好，我们现场专线呢持续开放25099933，外线是要加个02好，我们继续先来回答 YouTube 上的问题。请问类风湿性关节炎有吃灭杀除癌、灭杀除癌和必赖克柔可以吃柚子吗？好，所谓灭杀除癌和必赖克柔是口服的免疫调节剂。好，那为什么常常会说可以吃柚子？因为我们说柚子里面有一个解药嘛，对，它会影响我们身体内的这个cytochrome CYP340的一个代谢。那我们发现很多药物都会是经由这样子的一个系统，所以就是通常我们会说建议就是可以吃，但是要分开吃。要隔多久？2个钟头、3个钟头、1个钟头，至少1个钟头。但是其实你会看到很多人都会说，如果你平常有在吃一些高血压的那些药物，其实尽量避免吃到柚子，因为它就是会有这个 cytochrome 会影响代谢。我们上次访问那个药师，说你没把握，你真的不要吃柚子。对，其实是建议不要吃好，我们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电话，你好，请说。喂，你好，如果说是吃中药降血压的中药，有没有必要跟柚子隔多少时间呢？降血压的中药，今天我们把那个林医师是那林医师可以回答吗？降血压的中药，和柚子要分吗？我建议是还是分隔一下比较好啦。大家真的都这么一定要吃柚子吗？其实上次药师有跟我们讲说，他真的建议你，如果说有在吃药，你就不要吃柚子了。好，我们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电话，你好，请说。不好意思我是中途听进来，那我这个可能是题外话。我那个耳朵塞住差不多3-4天了，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我们好像真不是我们今天的那个主题我不晓得林医师您觉得这个耳朵塞住，这个应该找耳鼻喉科可以看耳鼻喉科，他会帮你看一下是不是是耳咽管不通啊，还是耳鸣什么问题？对，这要看耳鼻喉科。这到耳鼻喉科他们可以这个专家帮你做一个检查看看是到底什么原因造成你的这个耳朵有这个塞住的这个感觉。其实我们说坐飞机不是也是会嘛，对，稍微蒙一下这样子然后好像等气压下来了，也就没事了好，这当然这个如果说你是一直没有办法缓解的话，建议你还是要找耳鼻喉科的医师，他们会来帮你检查一下，说内耳的一个状况是不是有什么样的药物需要做处理。好，我们待会儿呢会持续的来接听听众朋友电话，我们现场专线是02-2509-9933 2509-9933，待会儿再回到我们的现场。想健康怎么这么难？想要健康一点都不难哦！现在就打开 YouTube 搜寻爱健康，看到红色的爱健康就是我们的频道哦。马上按下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就能医疗保健资讯一把抓。想要健康生活，真的一点都不难，还等什么呢？爱健康的你，现在就打开 YouTube 订阅爱健康。欢迎大家回到我们听医生的话节目现场。我们今天跟大家谈的这个话题呢，是有关于成人气喘的问题。当然，如果说你有过敏免疫风湿科可以处理的问题，我们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请教我们今天的来宾林子敏林医师好，我们现在呢在 YouTube 上面还有听众朋友持续在提问他说，请问气喘不厉害和缓的时候可不可以停吸？这是什么药物我不知道他说不好再吸，是不是有症状才吸？没症状我就不用保养了呢？确实，就是如果你的疾病活动度在低的时候，有些病人他会自己停吸这些就是像 Symbicort 也可以，可以。那不好再吸可以啦，因为就是我们在病人总是希望有的时候可以休息一下，对，可以跟医师讨论是可以的。但是你自己是最了解你自己状况的人，对，你要知道说你真的这个状况是不是真的可以完全不吸这样子，对，所以你还是要跟你的医生讨论啦，不建议说你自己。如果在这种像现在这种季节，我们会不建议啦，我们会建议。
因为 Symbico 还是会建议说，因为这是现在规则常规的用药，对对对，对你季节变换的时候是特别危险的，还是不要随便停。对哦。好，对，我们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电话，你好，请说。喂，我要麻烦您把您的收音机关小一点哦，因为呢call in电话，如果你的收音机开太大声哦，我这边会听不清楚您的这个问题，所以请大家打电话进来的时候，记得把你的收音机音量小一点哦。我们现场持续开放25099933，你好，请说。喂，你好，是我吗？是的，是的。你好，我最近有感冒啊，晚上都睡不着，那个好像呼吸很困难，那个这样要看什么科？感冒应该加一颗就可以处理了吧？首先的话就是要先看你的感冒是不是还没好，对，所以就是先去看一下，就是耳鼻喉科也可以啊，加一科也可以，就是先把感冒的问题处理好。有时候感冒问题处理好，其实一些什么流鼻水啊、鼻涕倒流的症状好的话，其实你就不会睡不着了。对对对，气喘会呼吸困难嘛，对不对？他大概是担心说他现在觉得说感冒感到呼吸都困难了。我们有时候说那个气喘的呼吸困难，不是你自己在家一直说呼吸困难，还可以待得好好的。那个气喘的呼吸困难是你自己忍不住，你一定会去医院的那种。对对对。好，我们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电话，你好，请说。喂。你好，请说。两位好。那个我是一个老人啊，是，浑身皮肤痒。看了好几个月吃药啊，吃的胃都痛。那痒的晚上睡不着。请问听说是这个牛奶啊，一个牛奶或者是麦片呐，等等之类的东西都不能吃，都是过敏源呐。牛奶麦片您都过敏？对，我看到那个资料上面啊。您现在的问题是，您能不能告诉我们，您现在想问的是？牛奶麦片能不能吃？能不能吃？浑身都痒要最好的办法要怎么去治疗？好，请问，谢谢，午安。好，好吧，先讲一个例子啊。我之前是有遇过一个80、90岁的伯伯啦，然后他也是来，就是说他痒，这样全身皮肤痒。那我帮他抽血做了检查，其实我们没有特别找到什么过敏原刺激。那但是确实就是免疫球蛋白 E 很高，代表他现在确实有一个过敏体质。其实，在年纪大的人，就是老人的，他过敏体质有很多因素啦。我觉得有，比如说像大家觉得皮肤比较干燥，对啊，冬季痒也是这样子嘛。对，就是老人家皮肤比较干燥，然后自己去抓也是会痒。然后另外，我觉得有些人是心因性的，就是因为他其实老人在家没有事情，然后他做着一直想这件事情，对，特别痒。对，那第一个当然就是建议你可以，比如说也可以来我们过敏免疫风湿科，我们做一个彻底的检查，看看这个痒有没有其他问题。因为有些人其实是肾脏不好、尿毒症引起的痒，对这些问题，那我们先排除是不是有一些本来医疗上的疾病造成的痒的问题。那如果没有的话，单纯的皮肤痒，那接下来我们是可以确实就是我们可以讨论用一些擦的药或者是吃的药去缓解症状。但是我必须要说，有时候这些可能就是还是需要，就是可能就是年轻人帮他陪伴一下，对对对，就是家人陪他来，对对对，然后才能够知道老人的生活习惯，对一些各方面的。那他问到说，牛奶麦片是很常见的过敏源吗？牛奶麦片。有的人是乳糖不耐了，对不对？那是拉肚子啊。但是有时候你的过敏源，你不要只看到它，比如说只有一架，只有一点点，然后就说那个不能吃。我们通常不会说，就是验出来只有一点点轻微的过敏，不代表一定完全不能吃。对，那而且他刚刚讲说牛奶比较冷，那个又跑到中医的概念，所以到底还是要去厘清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对牛奶麦片这个东西过敏。麦片是小麦类，就是麸质类的这个部分，麸质类的问题。对对对。好，所以北北最安全的方法就是你请你的家人陪你去验个血，全面性的检查，全面性的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肾脏有没有尿毒的问题。对对对。好，我们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电话哦。我先回答一下 YouTube 上面他等很久了啊。吸入类固醇之后发现口腔有白点，我该怎么办呢？会这样吗？会，这个就是有时候怕这个，因为吸类固醇容易口腔有一些感染，那就是真的是吸完以后要漱口。
那个吸是有的人说这个吸好像吸的不对，就会剂量不够，到底要怎么吸才是对的？它就是你的那个罩口一定要好完整的罩对着鼻腔，对，那喷了以后就是要顺顺轻轻的吸，然后憋住几口气这样子，然后尽量就是吸的方式要对。那吸完之后就是确实就是口腔要漱口。要漱口，否则它停留在口腔。那个白点是因为你没有漱口，比较容易有些就念珠菌的感染这些的，对。好，所以还是要注意一下。维他命 D 会影响自体免疫，但如果已经自体免疫疾病了，我还可以吃维他命 D 吗？因为这是因为很多研究，这前一阵子维他命 D 非常的夯，就是维他命 D 可以治百病，对，D3什么的，对，各种就是确实发现说维他命 D 是很重要的一个人体的维生素啦。对，那就是因为你有自体免疫疾病，你就更要补充维他命 D 啊，所以我们会说，如果就是经济许可，你买了来补充维他命 D， 你觉得 OK 可以，就是可以补充，我们建议可以补充，就是剂量上面你要照访单上面的写，对，不能够超量。维他命 D 过量也是不 OK 的嘛，哈。其实过量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危害，它就是经由我们的尿液就代谢出去这样子。OK， 好，他说僵直性脊椎炎用药会造成骨松或副作用吗？会担心这个骨松或事情。僵直性35年呢，僵直性脊椎炎常常会吃的药就是第一个就是消炎止痛药，那再来的话，有些人会吃到免疫调节剂，有些人不会。这个跟他的症状就是医师评估会有一些相关性，最主要是这2个药物。那很少人会吃到类固醇。那你说会不会造成骨松？其实消炎止痛药和免疫调节剂不太会，只是消炎止痛药吃太多容易肠胃不舒服这样子。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没有办法再接听其他听众朋友的电话了。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过敏免疫风湿科的林子敏林医师到我们节目中来，谢谢林主任。谢谢。好，对于我们节目呢有任何意见都欢迎大家反映给我们哦，不要忘了明天中午继续收听听医生的话，明天见喽，拜拜。